大妈去看中医，大夫直接让她掀起衣服躺床上，用红外线灯照肚子，但大妈的肚子并没有病，有病的是她的嘴巴，一天24小时都要张着嘴，一旦闭上就会不停打嗝，憋气都不好使，完全不受控制，差不多每分钟就要打20个，连续打嗝让她呕吐不止，严重时还会吐胆汁，就连吃饭都无法正常吞咽，吃2口就要去厕所吐掉，整夜无法安心睡觉。医院也去看过了，都找不到病因，甚至有医生以为她在开玩笑。没办法，大妈只能尝试每天吃消化药，但没有任何改善。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大家带她来看中医，一番望闻问切后，对大妈进行了红外线照射。就这样操作下来，奇迹发生了，大妈停止了打嗝，甚至还小睡了一会。大夫说这就是典型的焦虑症，压力过大导致的。那到底是啥压力呢？这时大妈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故事，由于疫情原因无法工作，只能一直吃老本，而且理财投资也亏得一毛不剩，一气之下焦虑抑郁涌上心头。刚开始只是心率过快，慢慢就变成了不停打嗝。不过呢，最后在中医的帮助下，他终于恢复了正常。看来还是中医牛啊！大叔每次开车都要先去趟墓地，也并不是他想去，而是导航每天带他去。明明前面就到家了，导航却要求掉头。那行吧，节目组决定跟着导航看看究竟。一伙人步行来到导航目的地，结果目的地就是一座坟墓。大叔倒也不慌，说这是自己母亲的坟墓，1年前去世的。不过这事还是蹊跷的很，从村子的地图上看，坟墓距离家的位置很近，会不会是导航本身出了问题呢？大家找到维修师傅检查，并没有发现导航有任何问题。大家又测试了其他牌子的导航，结果都导航到了坟墓，导航没有问题，那就很有可能是信号问题。毕竟家在山沟里，信号肯定不太好。专家也说信号不好的话，导航结果会有1公里左右的偏差。为了验证这个说法，大家导航了村里其他地址，结果都准确无误的到达。一时间关于灵异导航，街坊4邻是议论纷纷，还有人说是他母亲对现在的目的不满意，毕竟是走进科学，咱们还是得搞清楚怎么一回事。大家找到了村长，村长说大叔母亲的墓地原来也属于村里，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就被划分了出去。说到这里，大家终于找到点头绪，接着来到测绘局咨询，电子地图上显示他家原来的地址编号现在成了坟墓所在山头的编号，简单来说就是导航地址没有及时更新导致的。看吧，又一次带大家走进了科学。凌晨3点，全村人都不睡觉，全部守在一个摄像机前面，摄像机正对着黑漆漆的街道，只为听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声音。村里人最近被这怪声搞得精神崩溃，一到凌晨3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类似电话拨号的声音。女孩说声音是从1个月前开始的，接着播放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节目组决定等待声音出现，就在3点整，声音如约而至。声音很明显是从外面传来的，于是第2天大家在村里街道上都布置了摄像机，想要拍到点什么。凌晨3点声音准时传来，摄像机却没有任何发现。白天节目组在村里转了半天，教堂的广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但负责人说这广播线路断了，已经很久没用了。很快村委会的广播进入了大家的视线，不过村长表示也很久没用了，但除了这2个可疑的广播外，就没有任何能发出这么有穿透力声音的设备了。节目组决定还是安装摄像机监控一下。又来到了凌晨3点，声音再次准时响起，这次大家确定声音就是从村委会广播里传来的。但诡异的是，此刻村委会里并没有人。村长说广播设备只有自己有钥匙，除了自己没人能使用广播。村长还给大家看了最近1个月的广播记录，一共就广播过2次，但这声音最近每天都有，所以肯定不是村长的原因。节目组又想到了专家，拿着录到的声音去分析，专家果然不一样，直接从这声音里面听出了对应的案件号码，而且每个案件间隔都一致。专家说人类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，所以肯定不是人为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大家找来广播设备的厂家售后，经过长时间排查，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。售后说设备每天都有一个固定的运行信号，可以简单理解为设备重启信号。这台广播设备的重启信号设置在了凌晨3点，这个一般是不会被广播出去的，但恰巧这台设备发生了故障，才导致这个微弱的信号被放大，并且广播了出去。省流，广播设备出故障了，这个洞穴在流血，一流就是3天3夜，血水瞬间能把整个湖面染红，闻起来就是一股血腥味。这种现象最近每月都会持续好几天，当时就有人猜测洞里可能住着某种大型生物，是这种生物流血了。这么一说呢，马上就有年纪大的村民想起了当地一个关于神龙的传说。之前村民对传说都是半信半疑，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，没人见过真龙。可眼下看到跟血一样的湖水，说不定洞里就真有一条龙，搞不好啊还是一条母龙。玩笑归玩笑，但血水还是让村民倍感不安，甚至有不少人跑到神龙雕像下祭拜。说来也奇怪，拜祭的人多了以后，血水就突然消失了。有2个胆大的村民决定坐船进洞穴内一探究竟。随着船渐渐靠近，水的颜色也越来越深，慢慢变成了深红色。越往里走，心里越发毛。
就在他们刚进入洞穴深处，就看到水面闪过一个黑影，两人吓得落荒而逃。于是关于洞穴的流言又传开了，不少人言之凿凿，说里面肯定有龙。眼看这事越来越离谱，当地政府赶紧请来了地质专家，对湖水进行检测，结果显示水中的铁离子含量异常高。专家表示，想要知道原因，就必须去洞穴里找。接着一行人坐船进入洞穴，随着不断深入，专家发现其中有一块岩壁的颜色明显发红，在岩壁上轻轻搓了搓，就把上面的红色物质搓了下来，把这东西放入水中，清水立刻就变成了血水。专家研究半天，说这个红色物质就是氧化铁，俗称铁锈。当地下水流过，就会把它一起带走。一旦进入水中的铁锈增多，就会出现流血水的奇观，水中的血腥味其实就是铁锈的味道。奶奶吃饭前要先挤一勺洗洁精，接着放进鱼汤里，搅拌搅拌，直接喝了起来。记者闻了一下，满满的肥皂味，奶奶却吃得非常香。这还没完，喝完汤，奶奶又拿着一片白菜叶来到厨房，对着洗洁精连按了3次，小心翼翼把洗洁精包起来，直接塞进了嘴里。大家非常不解，为啥要吃洗洁精呢？奶奶说自己不能吃肉之类的高脂肪食物，如果要吃的话，必须提前吃点洗洁精，让它在胃里中和一下油脂。不得不说，这想法非常脑血栓啊。饭后，奶奶给大家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，大家终于懂了奶奶为啥这么做。奶奶说，年轻的时候穷啊，工作又累又苦，得了胃病也没钱去医院。偶然的一次，不小心吃下了半瓶洗洁精，她觉得自己肯定活不了了，听天由命吧。没想到啊，这下不仅没死，胃还不疼了。于是从那开始就一直吃。大家带她来医院检查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胃里竟然没事，不过还是得戒掉洗洁精。如果胃痛的话，可以吃药缓解。奶奶也答应以后不会再吃。2周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发现奶奶还在吃洗洁精，大家又给奶奶科普了一番，要相信科学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再次回访，这次奶奶终于戒掉了洗洁精，只不过吃药又吃上瘾了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妈只是穿了件红衣服，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她，全都是因为她的指甲，她的指甲比你的手还长，足足有12厘米，小拇指却显得格格不入。她说小拇指是专门用来抠鼻屎的。大妈不仅指甲长，头发也很长，甚至都能拖到地板上，即便是邻居在晚上遇到大妈，也会被吓到。大家都想不通，她为啥要留这么长的指甲，而且指甲还给她带来了诸多不便。洗头就只能用小拇指挠一挠，打字也只能借助铅笔，剥橘子要用镊子，甚至手套都要先开个洞才可以。她还要花大量时间保养指甲，一瓶指甲油只够用1次，完事还要给指甲戴上保护套，以防折断。出门都要把指甲护在胸前，指甲带来了诸多不便。但为啥要留呢？大妈说自己留指甲都是因为一个梦。原来大妈从小就喜欢打扮，有天她做了个梦，梦中人告诉她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剪指甲和头发，否则就会遭遇不幸。刚开始大妈也没当回事，这不就是个梦吗？但说来也是奇怪，从这之后，每当剪指甲就会心跳加速，剪完指甲就真的会生病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。后来出于敬畏之心，就开始留指甲了。为了让指甲显得不那么诡异，大妈去做了美甲，画上萌萌的图案，这样就显得可爱多了。第一次见面，大叔就在陌生人面前脱掉了袜子，这才看清大叔根本就没有脚指甲。不仅如此，他连手指甲也没有，指甲的位置光秃秃的，地上的小东西根本捡不起来，开易拉罐是最痛苦的。更难以置信的是，他不能用玻璃杯喝水，一拿起来就会滑下去，杯子在手中反复滑落。节目组怀疑大叔是故意的，大叔却说自己没有指纹，光滑的东西根本拿不住。大家一起按手印，大叔的手印模糊一片，真的看不到任何纹路。由于缺少指甲的保护，轻轻按压手指就会带来剧烈疼痛。然而大叔的工作却很依赖手指，他是一名汽修工，工作需要一直动手，就连缠个线圈都会疼痛难忍，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会给他脆弱的皮肤造成不小的伤害，手上也总是伤痕累累的。因为要养活一家老小，他就这样忍着疼痛工作了30年。医生说他患有一种名叫大疱性表皮松解症的罕见疾病，由于是遗传性的，所以没有根治方法。其实这些大叔都无所谓，他在意的是女儿。女儿出生的时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女儿的手指，看到女儿有着正常指甲，大叔激动地哭了。他不想让女儿承受和自己一样的痛苦。现在大叔最喜欢做的就是帮女儿剪指甲，女儿也很懂事，每天都会帮父亲包扎伤口。상처 고민 어때요? 커튼실하고 안 다치는 게 궁금해. 안 다치게 기도할게. 大爷因为头痛去医院拍片，却引起了军事专家的注意。专家对着 X 光片测量，结果更让他傻眼。大爷脑袋里竟然有一颗子弹，而且是军队常用的7.62毫米子弹。子弹已经在脑袋里存在了50多年，但大爷本人完全不记得子弹是怎么进入头部的。既然是军队常用子弹，那大爷肯定与军队有着某种联系吧。大爷说自己年轻时参过军，打过仗，头部也受过重伤，后来慢慢恢复了，完全不知道里面还残留一颗子弹。那为什么被子弹射中，他还能活下来呢？这很不科学。专家说是有这种可能的，子弹应该属于榴弹，也就是经过障碍物反弹的子弹，不在有效射程内，所以才没造成重大伤害。而且子弹的位置在额叶右侧。
这部分没有太多功能，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没有明显症状的原因。但现在有个棘手的问题，子弹距离大脑关键区域只有5毫米，要想把子弹取出来，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事故。而且大爷今年70多了，暂时没有太大问题，医生建议保守治疗，平时头痛的话可以吃点药。大爷也觉得，既然子弹在脑袋里待了50年了，也不差这几年，就让他安静的陪我到老吧。他天生就有2个胃，一次能吃1与众不同，他背上长了一颗巨大的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老人死了15年，身体却没有腐烂，甚至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手指甲还在生长，连血管都清晰可见，甚至还长出了黑头发。家人都认为奶奶并没有死，只是睡着了而已。他们会定期给奶奶剪指甲，每天还要给奶奶擦身体，单独给她做饭。看着成为一具干尸的老太太，节目组也震惊了。原来15年前，奶奶突发疾病住院，在9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，竟然喷出了16斤便便，接着就断气了。奇怪的是，体温并没有下降，一直维持在36度，身体也不僵硬，除了没有气息外，没有任何去世的症状。家人把奶奶接到了家里，慢慢就变成了一具干尸。专家说，只有在极其干燥或者寒冷的地方，才有可能形成干尸。然而当地的天气高温潮湿，这种环境下没有腐烂，就很不科学。节目组觉得可能做了防腐处理，但家人却说并没有做过任何处理，还说奶奶有个特别的习惯，那就是吃斋，一吃就坚持了50年，这有可能是奶奶肉身不腐的原因之一。奶奶的事在当地广为流传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想要一睹真容，还觉得他家的井水有神奇的功效，都用瓶子接水喝。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专家也没有给出解释只能说真的很神奇。然而下面这面墙也很奇怪，他家的墙会哭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抽泣的声音，整整哭了10天。店主说有时用力敲2下，他又会稍微停一会儿，越到晚上哭声越大，搞得人心惶惶，顾客都被吓跑了。工作人员录下声音，找到了专家，对声音进行了波长分析，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。真是见了鬼了，难道墙是活的？它有心跳？大家才不信。店主请来了装修师傅，这师傅一来也不敢得罪这墙，大家鼓励了他好久才开始。现在墙上打了个洞，内窥镜往墙里一看，就看到了2只闪亮的眼睛。师傅被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只小猫咪，墙上都是抓痕，看起来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。那它是怎么钻进去的？节目组检查了屋顶，猜测是通过屋檐下的缝隙钻进去的，在墙壁之间穿行时不慎跌落到了墙里面。店主说这只猫我见过，之前一直在我店门口转悠。店主决定明天拆墙救它，可第2天墙里一点动静没有，通过手机观察，里面空空如也，猫咪不见了。专家认为猫咪已经自己逃脱了，强大的求生欲让它克服了种种困难，最终爬了上来。几天后，小猫咪果然出现了。然而下面这家也发生了一件怪事，他家经常无缘无故的出现长头发，有长有短，最长的有2米，比他本人都高，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，拔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大小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觉得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他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家里的人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呢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呢是1周前开始出现的，老公当时在叠衣服，就发现了一根长头发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他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慢慢的头发出现了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呢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，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不好的事情，难不成真的有鬼？节目组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专家看了半天，说从粗细大小上来看，和头发确实很像。接着又在显微镜下观察，结果专家却说这并不是头发，那这到底是啥呢？专家说这就是裤子上的线头而已。接着妻子检查了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
也完全符合。嗨，虚惊一场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妈脑袋里长了一块吸铁石，头上总会吸到曲别针之类的小东西，而且还不会掉，走到哪吸到哪。但脑袋看起来没有任何异常，而且最近经常无缘无故的头痛，疼得他满头大汗。去医院做了脑部 CT， 但机器一直叫个不停。医生刚开始还怀疑他戴了发卡，经过多次检查，医生也震惊了，他脑袋里还真的有一个12毫米的东西，边缘看起来很锋利，就镶嵌在头骨上，距离大脑不到1毫米。如果穿破头骨的话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奇怪的是，头上并没有任何伤口，大妈也完全不记得这东西是怎么进入脑袋的。医生怀疑是小时候摔倒后，这东西就卡在了脑袋里，当时没注意，慢慢的伤口就愈合了。随后大妈被送进了手术室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医生成功把这东西取了出来，在体内存在了30年，表面都已经生锈了。那到底是不是吸铁石呢？经过分析这东西和吸铁石成分很像。专家说，这种金属一般都是用作加热元器件，像吹风机了、取暖器里面都有这种东西，很难想象是怎么进入脑袋的。手术后，大妈状况良好，再次进行 CT 扫描机器也没有响。看着伴随了自己30年的吸铁石，大妈唏嘘不已。无独有偶，下面这个大爷脑袋里也有个东西。大爷脑袋里有一颗子弹，只要一思考，脑袋就会疼。子弹已经存在了40年，很多年前和朋友玩射击，被朋友不小心打到的，当时就做了手术，本以为子弹完整的取了出来，但由于最近剧烈头痛，去了医院，才发现脑袋里还有残留的碎片，专家都不敢相信他还活着。妻子很震惊说一直以为丈夫脑袋都是浆糊，没想到还真差点成浆糊。但是现在有个棘手问题，子弹距离大脑关键区域只有3毫米，要想取出子弹，很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事故。由于暂时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医生建议保守治疗，平时头痛的话可以吃点药。大爷也觉得本来子弹都在脑袋里待了40年了，也不差这几年了，对吧？和他一样，这个男人脑袋里有一颗螺丝钉，而且头上没有任何伤口，不记得怎么卡在里面的。他说之前被椅子撞到了脑袋，当时血流不止，去医院做了脑部 CT， 才发现脑袋里有一个2厘米的东西。不过还好，这东西只停留在了头骨上，医生认为可能是螺丝钉，但五金店老板表示自己没见过这种螺丝钉。母亲也很震惊说他小时候头上没有受过伤，和医生商议后决定立即开展手术。几个小时后，东西终于被取了出来，医生认为是雨伞的伞头，确实非常像。他也说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拿伞打着玩，可能无意间就卡在了脑袋里。不过现在他可以健康的生活了。要我说，更奇葩的还要数下面这个大妈。大妈屁股上长了一块6厘米长的玻璃，玻璃已经存在了36年，她却毫无察觉，还说一点都不痛。直到一次健身的时候，突然屁股剧烈疼痛，检查过后才发现屁股里竟然有一块玻璃，玻璃距离肠道只有1厘米，剧烈运动或者稍有不慎都会伤到内脏，按说都会出现感染或者肿胀的情况，但大妈36年来没有任何症状，这就很奇怪了。那玻璃是如何进入身体的？大妈回忆说，年轻时有次不小心撞碎了玻璃门，当时就腿上扎了一个玻璃碎片，其他地方没感觉到疼，万万没想到屁股上还有一个，就这样存在了36年。下面这个男孩也很神奇，他从8岁就开始脱发，全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，眉毛光秃秃的，下巴也干干净净，甚至连睫毛和鼻毛都没有。同学们嘲笑他是怪胎，这让他很自卑，不管去哪都要戴着帽子，连帽子后面的洞也要缝起来，永远坐在教室最后一排。他说走在街上，感觉别人都在议论他，甚至患上了抑郁症，休学了1年，即使在家里也要戴着帽子。母亲说去过很多医院都没有治好，节目组带他找到毛发专家，检查了半天，终于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根毛发。专家说这种情况是有可能治好的。听到这话，母亲激动的哭了，她也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，决定不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，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那就祝他赶快自信起来吧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校长为了帮学生作弊，特意买了的西瓜，这西瓜大有妙用，校长直接给监考老师送了一大盆，老师在门外一块接一块的吃，完全顾不上里面的考生。学生们疯狂传纸条，然而这个全班学习最差的孩子却把衣服都掀了起来，证明自己没有作弊。谁都想不到他却考出来连自己都不信的高分。然而之前的他并不是这样的，只要他一来上学，整个学校都崩溃了。老师让用因为所以造句，他信心满满的举手，因为肚子大所以要送蛙，直接被怀孕的老师一脚踢了出去。老师让他向学霸看齐，他就整天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路看齐。女同学占了他的秘密基地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就把所有女孩都吓跑了。再不从这个好地方吃去，还得跟谁玩？压来他！放学后，他偷偷跑到水库洗澡，结果被校长看到了。他躲在草屋不敢露面，眼睁睁看着校长把衣服拿走了。这下惨了，他一手捂前面，一手捂后面，就这样一路捂回了家。为了惩罚他，校长还把他座位安排到了角落里，但他并不在意，这样更方便自己看小人书了。下课就去阅览室偷小人书，被校长抓个正着，还要他把家长叫来。没办法，学校里的小人书看不了，那只能自己去搞。他在外面搞到几本小人书，回学校刚准备显摆一下，又被校长抓到，小人书又被没收了。回家后，爸爸把他剩下的小人书也全烧了。
看着自己拼命搞到的小人书被一点点丢进炉子，她心疼极了。后来怀孕的老师去生娃，新来的粉蹄老师成了她的班主任。老师第一天就把她从角落调到了前排。为了提高写作水平，老师还把学校阅览室的小人书都发给了同学，竟然还让她当了图书管理员，这把她牛到不行。回家就给爸爸说自己出人头地了，爸爸却说没有3好学生的奖状有个球用。他从没想过的什么3好学生，只觉得老师人很好。有次午休，他从桌子上掉了下去，摔得满身土。老师看到直接让他去自己床上睡觉。他尿急，穿着老师的拖鞋去厕所，把拖鞋都尿湿了，来回甩2下，在墙上擦了擦，就又回去睡觉了。这一觉他睡得很香很香，结果错过了下午课，被校长一巴掌呼醒了。后来校长发现同学们都在看小人书，直接把粉蹄老师说了一顿，还说在这里成绩是教学质量好坏的唯一标准。看到粉蹄老师受委屈，他暗自发誓期中考试一定要考好，给粉蹄老师争口气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他竟动起了歪脑筋，在身上做小抄，结果被粉蹄老师看到，直接让他去河里洗干净，还告诉他考试可以不及格，但是不能做一个不诚实的人。说完老师就走了。现在没办法了，只能靠实力说话了。他开始废寝忘食学习，早上到学校背书的时候，校长还没起床呢，随时都捧着书，连晚上点蜡烛也要看书。这次期中考试是全县联考，为了让学校在全县的排名靠前，校长给学生开会，要求互相帮助，还切了一堆西瓜给监考的老师吃。这些老师都是其他学校过来交叉监考的，校长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学生作弊。粉蹄老师来巡考，他直接掀起了衣服，证明自己没有作弊。考试成绩下来了，校长拿着学校全县第1的奖状春风得意，他自己成绩也超过了70分，进步非常大。粉蹄老师很高兴，说会给他颁个学习进步奖。表彰大会上他望眼欲穿，结果奖状都发完了，也没有等到自己的学习进步奖。原来校长说只有3好学生奖，没有学习进步奖。为了不让他伤心，粉蹄老师用自己的口红给他画了一个进步奖，当着全班给他颁奖，还给他照了相，这把他得意的不行。回家后把奖状贴到了最高的地方。这天午休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又偷偷溜到老师房间，摆弄起了老师的相机。玩着玩着突然发现老师回来了，他赶紧把相机还了回去，刚想走却发现来不及了，他直接躲进了床底下，这才发现老师带来一个男的。门关上后，他们竟然抱在了一起。看着老师垫起来的脚，他心里有点莫名的心疼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随手摸了几个垫床脚的木块，垫在了粉蹄老师的脚后跟。下午上课他一直心不在焉，听到同学们讨论，他这才知道原来这男的就是粉蹄老师的男朋友。下课后又遇到了这个男的，还穿着粉蹄老师的拖鞋，这可是被他标记过的拖鞋啊，这把他气得不行。一起跳绳的时候，他故意把绳子甩得飞快，故意让这男的出糗，还把沙包直接往他身上丢，结果被粉蹄老师凶了一顿。这是老师第1次对他凶，他难过的躲到了墙角，看着老师的男友往头发上抹发胶，弄得溜光水滑的，看起来粉蹄老师非常喜欢这种造型，他也决定回家搞一搞，没有发胶就用胶水往头上一抹，整了个刺猬头，这把他帅到不行。结果来到学校就被同学一顿嘲笑，他去找粉蹄老师还小人书，从门缝里看了一眼，就看到老师在喂男友吃面，他把小人书放在窗台，转身默默走开了，还没走2步就被老师叫住了，让他带着老师和男友去他的秘密基地。粉蹄老师给男友分享着他藏的小宝贝，男友踩着秋千，完全不感兴趣，这是他和粉蹄老师独有的秘密基地，他莫名难受，决定报复老师的男友，趁他们不在，用刀子把绳子悄悄割断了一点，就等着看老师的男友摔个狗吃屎。他们回来后，粉蹄老师玩上了秋千，结果老师摔了下来，手都摔断了，这下闯祸了。他爸爸说什么都要把这棵树砍掉，他哭得撕心裂肺，眼睁睁看着树被砍倒。从此之后就没再见过粉蹄老师了。3个月后的一天，他收到一封来信，是粉蹄老师寄来的。信上老师说自己身体早就好了，现在已经大学毕业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教师，还让他好好学习。看完信后他如释重负，这封信让他放下了悔恨和内疚。下课后他来到那个树桩下，把收藏的宝贝都埋了进去，埋在了那个曾经的好地方。这里的女人体重不到200斤，根本嫁不出去，瘦子在这里会被嘲笑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。村里男人的梦想就是能娶上一个200斤的老婆。采访过程中，男人们还说出了一个流传1000年的奇怪习俗，更加震惊了节目组。这4位就是当地的女神，一个比一个胖，追求者也是一个比一个多。他们是准备竞选春花的，竞选春花的标准要超过200斤，他们吃完饭就要称体重。第1位体重210斤，刚刚及格；第2位体重268斤，还不错；第3位体重284斤，很有竞争力。
然而现在的春花表示不服，小心翼翼地站上体重计，生怕把体重计踩坏。果然，体重计在显示428斤后直接黑屏。不过呢，她现在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，在这里只有200斤以上的才能叫美女，连这位18岁的少女体重都达到了218斤，因此还交到了男朋友，还说男朋友对自己爱到不行。出于好奇，节目组决定采访村里的男人，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就喜欢胖的，越胖越爱，无法自拔，还说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千年，胖老婆能彰显自己的成功，可以到处炫耀。他们这里信奉一句话，老婆要娶胖胖的，生活才会旺旺的。采访过程中，我们还看到了一对夫妻正在秀恩爱，男人在帮妻子抠头皮屑，眼神中流露着对妻子的宠溺。接着我们又去了村里有名的模范夫妻家里，一进门就看到女人在睡觉，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，还贴心地给妻子涂抹爽身粉，防止起痱子。女人说结婚16年，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宠自己，感觉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样，还说自己结婚前瘦瘦巴巴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秤吧，294斤，果然是标准的美女身材。工作人员想要挑战下，把300斤的小公主背起来是种什么体验？结果呢，差点骨折。女人又向节目组展示了自己的衣服，看着异常肥大，女人却说这是为了凸显身材的紧身裤。接着呢，还穿了起来，看得出来确实很凸显身材。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、睡觉、看电视，最常说的话就是饭做好了吗？丈夫听到就赶紧去做饭，说娶个老婆不容易，关键呢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，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。女人拍着快饿扁的肚子，焦急地等待着。终于，丈夫端来了饭菜，直接端到了妻子面前，赶紧给妻子盛了一盆。妻子接过米饭，大口开造，不一会儿，一盆米饭就见了底，酒足饭饱，拍拍小肚腩，赶紧补个午觉。洗碗这种小事肯定是老公的，妻子只负责胖就行了。女人还告诉节目组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，那就是要多吃米饭，因为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很好的维持我们的身材。然后呢，就是吃完就睡。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丈夫还贴心的打到了专属座位，妻子艰难的爬上座位，没成想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呢却一动不动。丈夫把车推到平坦的路面，车子才勉强走了起来。在路上，老公洋洋得意，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。可以看到，村里像他这样的改装摩托还有很多，一般呢都说明家里有个200斤以上的老婆，这是身份的象征，比开宝马奔驰有面子。豪华一点的还会安装了遮阳顶。节目组不禁感慨，难道村里就没有一个瘦子吗？随后在村里找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个很瘦的女孩。女孩呢显得很不自信，一打听才知道至今没交过男朋友，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。一旁的父亲都愁坏了，说只要嫁出去不要彩礼，陪嫁100万。即使这样，仍然没有人上门，为此他感到很自卑，可偏偏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，为此呢还差点得抑郁症。节目组当场做起了媒人，要给女孩介绍对象，把街边的一个流浪汉拉了过来。流浪汉看到女孩后连连摇头，说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，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。更让女孩心里不平衡的是，自己的闺蜜却是个标准的美女，追求者众多。这不，闺蜜刚回家，家门口就出现了3个追求者，其中一个已经追了2年。他们在门口蹲守半天，只为看闺蜜一眼。舔狗们和男孩们一直到深夜才离开，还说明天再来。看得出来，闺蜜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。所以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自己喜欢最重要。学校操场离奇出现了一个巨型数字9，数字竟然是用全校课桌一张张拼起来的。起初老师以为是学生的恶作剧，命令学生把自己的课桌搬回教室。结果第2天早上，课桌又全部出现在了操场，这次拼出了巨型数字8。老师这下彻底怒了，质问学生到底是谁做的。见没人承认，他决定今晚就住在学校，用望远镜一直盯着操场，决心找出这个始作俑者。时间来到半夜12点，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，接着就昏倒了。再睁眼就看到身边围满了学生，才发现自己在讲台上睡了一夜。他顾不上这么懂，赶紧来到窗前，想看下操场上有什么变化。这一看他直接懵了，操场上又出现了课桌，这次的数字变成了7，很明显这是在倒计时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早上数字就会变成6，再接下来就是5、4、3、2、1。而且最近学校周围乌鸦成群，好像真的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。有老师认为是外星人干的，如果数到0的话，外星人就会对学校发起攻击。但不管怎样，他还是笃定这是学生干的。校长也认为是学生干的，决定今晚让保安整夜巡逻，给每间教室都上了锁，发誓今天晚上一定要抓住肇事者。结果第2天就看到保安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呼呼大睡，他赶紧来到操场，不出意外数字变成了6。很快这件事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，还上了新闻，人们都在讨论这神奇的倒计时到底意味着什么。新闻报道称会对操场进行全天候直播，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。第2天不出意外的话，肯定又要出意外了。做直播的记者也和之前保安一样，全都睡得死死的。查看昨晚的监控，刚开始一切正常，可当时间来到半夜12点整，画面突然就消失了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早上5点半，画面才恢复正常。此刻操场上数字变成了5，事情越发诡异，看起来真的不是学生能办到的事情。学校开会决定临时停课，对操场进行封锁。
即使这样，数字却还在倒计时。第二天又变成了4。校园的神秘事件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。昨晚就有大批民众聚集在操场外，想要见证奇迹，结果都在12点的时候瞬间睡着了。现在连专家都猜测，很有可能是外星人的所作所为。接下来的2天，数字也逐渐由4变成了2，就连政府都在紧急召开会议，谈论即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情况，甚至怀疑数字变成0时，整个日本都有可能毁灭，还呼吁大家赶紧逃离东京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大量民众逃离东京，期间还有人趁火打劫。政府提醒市民要注意人身安全，接着他就被一个平底锅拍晕了，劫匪把他家搜刮了一遍。第二天，为了关注事情的进展，他用脚打开电视，现在操场数字已经变成了1。新闻报道称，政府为了抵御外星人的侵略，已经在东京展开了紧急部署。终于到了最紧张的时刻，这天操场上数字变成了0，操场内外一片寂静，人们都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。结果到了下午6点，眼看就要日落了，校园内还是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变化。很快来到深夜，他和妻子的合照突然掉落到眼前，想到还在外地工作的妻子，自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去。他突然使出一股洪荒之力挣脱了绳索，接着冲上街道，街道早已被封锁。他突破重重阻碍来到操场，时间也刚好来到了12点整。只见周围突然刮起一阵妖风，课桌开始抖动起来，紧接着就全部飘向了半空，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圆圈。他都看呆了。这时一张课桌从天而降，把他砸晕了过去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学校天台上，周围一切都没有改变，似乎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发生。他起身看了一眼操场，操场上的数字变成了-1，也就是说倒计时还没有结束。这也许真的是外星人和人类开的一个玩笑吧。嘿嘿。